上一世，苏念念爱惨了白居易，和丈夫军婚10年，而丈夫的心中只有她的白月光，为此10年不圆房，哪怕他是癌症晚期将死之际都不愿意见她。再一睁眼，苏念念竟回到了结婚前，她看着周围熟悉的房间和眼前男人冷漠的脸，这是自己出嫁前在娘家的房间，我重生了。震惊、难以置信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。挟恩图报就算了，还要我用婚姻来偿还你们苏家，也未免太过分了吧？苏念念怔怔地看着他，这是他和白居易结婚3个月前。那时白居易得知他们即将结婚的消息后勃然大怒，直接冲到苏家兴师问罪，这辈子自己绝对不会再嫁给他。苏念念，我告诉你，别痴心妄想，我不喜欢你，你之前对我的纠缠已经让我很不耐烦了。他的话像是一把尖刀，狠狠地刺进了苏念念的心脏。10年婚姻，他从未正眼看过自己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夫妻义务都未曾履行，一心想着他那已经嫁作人妇的白月光。想到这，苏念念的心口一阵抽痛，像是被人狠狠地撕裂开来。姐姐你也真是的，干嘛非要缠着白营长呢？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是继母带来的女儿，她的妹妹苏小小。白营长是什么样的人物，你心里也清楚。你利用当初爷爷对白营长爷爷的恩情，得到了这婚约又如何？人家不愿意，只会闹得难看而已。苏念念看着苏小小这副惺惺作态的模样，心中冷笑。上辈子苏小小和她同一天结婚，结婚当天，苏小小的丈夫就去执行任务了。没过几天，就传来了4讯，从此苏小小成了一个寡妇。就算你利用爷爷逼我娶你，我也不会对你好的。你最好现在就答应取消婚事，免得以后大家更难堪。好，我答应。你别太过分了，别以为你不答应我就……等等，你说什么？白居易有片刻的愣神，没能反应过来，他只是下意识的觉得苏念念说出的话肯定是不同意。你耍什么花招？我说我答应退婚没有花招，不过我之前送你们家的东西，你要全部还给我。什么东西？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，之前我喜欢你，所以拿了一部分当做礼物送给了你和你的家人。现在既然要退婚，那些东西自然要拿回来。白居易想起了他送的一些东西，大多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，竟然也要回去，自己又没求着苏念念送那些东西，只不过是他当时上赶着送，哄自己的妈妈妹妹开心，还有的一些小东西被随意扔在了家里的角落，只不过是一堆垃圾罢了，拿回来是没问题，不过随便被家里的人扔在角落里也很难找。白居易嘴角还带着一丝讥讽。苏念念，你会不会太小气了点？送人的东西都要拿回去。白居易并非不愿意还他，只不过是想试探一下苏念念到底是不是真的同意退婚。这女人的手段一直都是这样，以前用那些小东西把妈妈妹妹哄得心花怒放，不就是为了自己跟她结婚？狗都不对我摇尾巴了，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喂狗？想起上辈子自己躺在床上等死，眼前的男人身为她的丈夫，连来看她一次都不愿意。你说谁是狗？苏念念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分明是你小气在先。你又是个什么好东西？我追求你，你不接受，我不拒绝，我以为有希望，所以才送那么多东西的。现在你倒打一耙，说我小气，我只不过是脑子想通了而已。既然你不接受，那就把东西还我，我有我自己的选择。喂狗3年，狗还知道摇摇尾巴，对我撒娇呢。我追求了你那么长时间，你不拒绝也不接受，你不觉得你自己很恶心吗？让你还东西怎么了？白居易生气了的看着苏念念。从前苏念念对自己都是千依百顺的，脸上永远挂着笑，无论自己说什么，他都会在旁边附和，从来都不会这样的态度跟他说话。而苏念念心里想着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。那都是去时的母亲留给自己的，也是自己未来的嫁妆。其中有一个手镯是送给白居易的妹妹白珊珊的，那个手镯有空间。上辈子他记得自己命不久矣时，白珊珊来了一趟，各种吵自己。他还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嫂子，你不知道吧？你送我的这个手镯里面可有好东西，有一个天然成型的空间，里面可有不少神奇的东西，尤其是其中的灵泉，我可喜欢了，所以这几年来我才过得如此顺风顺水。听到这些话，躺在病床上的苏念念一脸的迷茫。什么空间？什么灵泉？众人都知道你和我哥感情好的不行，谁知道你俩其实只不过是在作戏罢了。你这辈子都没有得到我哥的爱，因为你这样的人不配。你说你可不可悲？一辈子了都没能得到他的爱。苏念念，你真是蠢的无可救药。如果不是你送的东西哄着我们哪里会允许你进这个家门？要不是因为你逼爷爷，我哥哥根本就不会娶你。他回忆起这些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这辈子自己不想再跟白居易有任何的交集，当然也不可能将那空间手镯留给白珊珊，让她过得顺风顺水。空间是自己的，重活一世，自己不仅要弥补上子的遗憾，还要让自己过得好些。从活一世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女人只能靠自己。希望你能说话算数，我把东西还给你，你就退婚，别像个牛皮糖一样赖着我。白居易说完这些话，直接转身离开，他现在就回去拿东西。按照白居易的性格，那么想退婚，估计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把东西送回来了，自己只需要等着就好。苏念念转身想准备回屋子里，谁知道一转身就看见了还站在角落里的苏小小。苏念念不想搭理他，谁知道苏小小却迎面走了上来。苏念念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还玩起了欲擒故纵这一招，真是可笑。你不会以为你这样子就能让君毅哥回心转意吧？你这样只会将人家推得越来越远，以后都不会有幸福了。那你呢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来这里指责我？而且关你屁事？
上辈子活得那么惨，醒过来之后的苏念念在心里暗自发誓，一定不会再容忍那些狗屁一样的事情，该发火就发火，该骂人就骂人，这样才爽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你要跟君毅哥退婚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吗？这种欲擒故纵的游戏你玩不了，况且你到追他的事情，整个院里的人都知道，你不知道吧？大院里的人都把你当成笑话，你以后嫁不出去的。苏小小以为说这些话能让苏念念难受或者生气，能跟她起争执，最好不要。谁知道苏念念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变得完全不像从前的她一样。苏念念察觉到面前的苏小小疑惑的眼神，冷冷一笑，她又不是上辈子那个蠢货，只要他们两个一争执，苏小小就会假装被推倒似的，等到自己的父亲回来好告一状。父亲跟他的关系也不行，一直认为他在家里欺负苏小小，这辈子的他不会再傻了。少管闲事，我都说了关你屁事，还要管，真就那么欠？苏念念冷哼一声，直接回了房间里去睡觉了。而白君毅回家之后，就开始四处的翻找东西。苏念念送来的那些东西虽然不值钱，但是他们家很少有那种玩意儿，所以找起来也挺容易的。三两下，白君毅就找到了一堆，放在盒子里，竟然有整整一大盒。苏念念竟然送了这么多东西过来，不值钱的小玩意儿，当然送的多了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就在他整理的差不多的时候，白珊珊突然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拎着个大袋子，穿着一身碎花的小白裙。她去逛街了，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。哥，你干什么呢？苏念念让我把所有的东西还回去，她就愿意跟我退婚。我在找东西。白珊珊一听到这话，满脸嫌弃的表情。他怎么这么小气啊？送出来的东西还要回去，以前怎么不知道他是这么小气的人？接上集，送出来的东西还要回去，以前怎么不知道他是这么小气的人？不管小不小气了，只要能跟自己退婚就好。白君毅什么话也不想说，正准备再找一找，突然注意到了妹妹手腕上的手镯。你这个手镯也是她送的吧？你一起拿下来。白珊珊连忙把自己的手藏在背后，往后退了几步。你把别的还回去就好了呀。今天去买衣服的时候，店员还说他这个镯子和自己这一身衣服搭配起来很好，很优雅呢，那怎么能还回去？要是他想不起来的话，那这个镯子就不用还了，我喜欢这个镯子的。白君毅想了一下，苏念念送的东西这么多，确实也可能想不起来还有个镯子，那就不拿了，留给妹妹玩玩。她以前一直来家里烦妈妈和妹妹，这个算作补偿，也没什么不好。那也行吧。白君毅拿妹妹没办法，只能随便她，把别的东西收拾了起来，马上给苏念念送过去。听到敲门的声音，苏念念连忙从床上起来，看来是白君毅把东西送来了，这一来一回连3小时的时间都不到，这白君毅是真的很着急退婚呀。你送的东西就这么多了，希望你能够说话算数。苏念念拿过东西，随便的在里面翻找了几下，没有看到镯子。那个镯子的做工还挺精巧的，就算是只当成一个饰品也挺好看，肯定是被白珊珊私吞了。我还有个镯子，应该是送给你妹妹白珊珊了，麻烦你给我一并拿回来。白君毅听到这话，心中有些不太自然。没想到苏念念竟然明确的记得每一件送给他们家的礼物，之前的大方都是装出来的吧，真是可笑。那个手镯坏了，我就没有给你带来。看到白君毅不自然的神色，苏念念就知道他撒谎。实话跟你说，那个手镯是最重要的，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，如果不拿回来，我还是得嫁给你。白君毅一听生气，他在心里猜苏念念很有可能是在欲擒故纵。我肯定会把镯子修好给你，你最好说话算数。东西拿来了再说吧，我说的退婚就退婚的，怎么就这么啰嗦呢？记得那个镯子还挺好看的，应该是白珊珊想要私吞，毕竟现在她应该还不知道里面有空间，自己重生一世，既然知道那个镯子有妙用，又怎么可能会把它拱手相让？而白君毅这边回去之后，立刻就进了妹妹的房间。哥，你干什么呢？把那个镯子拿来。什么？我不是说我喜欢这个镯子了吗？让你跟苏念念说说，把这个镯子留给我呀。你连撒谎都不会吗？他送了我们那么多东西，说不定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，就说这个镯子坏了或者找不到，送给别人的东西还要回去。苏念念真的是一点都上不了台面，难怪自己的哥哥不喜欢他。他记得这个镯子，这是关到我的婚姻，你把这个镯子给我。白君毅现在就要把镯子拿回去，他要看看苏念念到底说话算不算数。不要。白珊珊说什么也不愿意给，白君毅上手就要去抢。屋子里的动静闹得很大，那边的老人家听到了动静，拄着拐杖走出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俩大白天的就这么闹腾？爷爷还不是我哥，他居然要抢我的镯子。君毅，你是做哥哥的，这个镯子到底怎么回事？苏念念同意跟我退婚了，她让我把从前送到我们家里来的东西全部都还回去，我已经还了一部分，她说只要这个镯子还回去就同意退婚。什么？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可是我们早就定下来的婚约，难不成你要让爷爷我出尔反尔不成？绝对不允许你退婚。老爷子很生气，苏念念的爷爷救了他，这是早就定下来的。如果这件事情不作数，那岂不是显得他们白家的人无情无义、忘恩负义？那可不行。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苏念念，我对她没有一点感情，和一个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人结婚，以后的日子会很难熬的。既然她答应退婚了，那我要退。白君毅，你太不懂事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，人家都已经结婚了，你还要惦记。白君毅，你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老爷子生气的重重的在他身上，白君毅任由爷爷打他。突然老爷子他大口大口的喘气，白君毅这才意识到问题，连忙扶着爷爷。对不起爷爷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不会再这么做了，你先回屋子里去休息。
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怎么会呢，爷爷，我可是你的孙子，我是什么人，你应该知道。那你可不能骗我。白居易只是表面上安抚爷爷，因为爷爷已经很生气了，万一气急败坏出了什么问题，那就糟糕了。等自己把婚给退了，那爷爷也就没什么好说的。想着现在时间还早，白居易又进了妹妹的房间。白珊珊看着白居易被打，虽然也觉得心里面不好受，但是不能抢走自己的手镯，这可是自己要搭配衣服的。平时跟自己玩得好的几个小姐妹的手上都是有小物件的，自己这个手镯要是没了，她们还不得笑话，那可不行。哥，你别过来了，你要是再跟我拿这个镯子的话，那我可就叫爷爷了。白珊珊知道这个镯子拿走了，哥哥才能退婚，可她真的喜欢。珊珊，我是来跟你商量，哥知道你很喜欢这个镯子，但是苏念念把这东西看得特别的重要，在咱们的眼里是废品，在她那里可是宝贝呢。你把这个镯子给我哥，答应你，下个月哥发薪水的时候就带你去买一个更漂亮更好的镯子，行不行？哥不能跟哥不爱的人过日子。白居易说得很真诚，白珊珊考虑了一下，听到了哥哥说要给自己买个更大更漂亮的镯子，你答应我，真的可以给我买个更大的？白珊珊可不在乎自己的哥哥到底是跟谁结婚，最主要的是要有钱，要对他这个妹妹好，最好是能给她买东西。哥怎么会骗你呢？下个月哥发了薪水就带你去买更大更漂亮的镯子，你先把这个给我。白居易的嘴皮子都要磨破了，白珊珊总算是相信了，她有点不太高兴的把镯子摘下来。那哥你可不能骗我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镯子，我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，我才愿意拿出来的。好的，哥一定会兑现诺言。白居易说完，把镯子拿起来就往外走。这边苏念念感觉有点饿了，这会儿已经中午了，父亲和后妈都不回来吃饭，家里只有妹妹苏小小。苏念念去厨房，她给自己煮了一碗面，刚把面端到桌子上，苏小小正好进来，看到桌子上有一碗面，坐过去就准备吃。苏念念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女人意外将血滴在手镯上，谁料下一秒竟被吸入到了一个全新空间，这里有肥沃的土地、高级的别墅、神奇的智能家电，还有甘甜爽口的甜水。苏念念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这是我的面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没手吗？我看是你有病。苏念念开始吃自己碗里的面条，她一会儿就把面吃得精光。今天不是轮到你做饭吗？你难道不该给我做？中午的饭菜一直都是自己解决，你之前出去买吃的时候也没看你给我带一份。因为现在的这个家庭是后妈和亲生父亲组成的，最开始两个人在一起都是冲着能让孩子过得更好一些来的。后来后妈进了家门，把好东西都留给自己的女儿，苏念念的东西要么就是旧的，要么就是价钱稍微低一点的次品。他们的家庭条件还不错，因为他的父亲是部队里的一名军人，薪水比较高，后妈在军区帮忙，军区有专门提供给军嫂们的一些工作薪水不算低的工作，也算是打发点时间，顺便挣点钱做家用。上辈子的自己就是因为太缺爱了，所以喜欢上了白居易之后，就一心想要嫁给他，谁知道嫁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过了一辈子的苦日子。你也太小气了吧，咱俩是姐妹，不要跟我在这里玩道德绑架这一套。很快白居易就来了，这是镯子，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还给你了，你的诺言该兑现了，从此之后咱俩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的婚约作废。白居易一双眼眸狠狠地盯着苏念念，生怕她反悔。苏念念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这镯子，的确是他送给白珊珊那只。我们的婚约作废，我说话算数。希望真的是这样，如果你再搞什么幺蛾子的话，那就别怪我了。白居易说完直接转身就走，不带一丝留恋。在他看来，苏念念无非只是从前倒贴上去的一条狗而已，现在把这个牛皮藤给甩了也挺好。苏念念拿着镯子回到房间后，她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才能够进入那个所谓的手镯空间呢？芝麻开门。苏念念尝试了一下乱七八糟的暗号，手上的这个镯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这个手镯自带一个空间吗？为什么自己重新把这东西拿回来了之后，却进不去这个空间？算了，既然手镯都拿回来了，那就总有激活的那一天。毕竟上辈子的白珊珊也不知道这手镯有空间，最后还是误打误撞的把手镯给激活了，自己只要静候时机。苏念念一觉就睡到了下午，醒过来的时候太阳都快落山了，连忙从床上起来。这人呢，都几点钟了还不做饭？今天轮到谁做饭了？门外面突然响起了声音，是后妈王秀莲。念念，今天是你做饭呀？你爸都快要回来了，你怎么还不做饭？有点不太舒服，休息了一会儿。我爸不是6点才回来吗？这还有1个多小时，做饭足够了。那你要快一点了，我和小小出去一趟，我们去买点东西，我们回来就要吃饭了。王秀莲说完跟苏小小的就出门了。苏念念进了厨房忙了一会儿，把饭给焖上，才开始处理菜，拿起刀就要削土豆，一不小心就把手给划开了。他看着往外流血的手指，脑子里突然多了一个主意。都说滴血认主，那这个镯子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？苏念念也不顾自己的伤口了，连忙用流血的手指捏住了镯子。鲜血接触镯子的那一瞬间，一股亮光闪了出来，在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已经进了空间。自己真的进来了。还不等打量空间，苏念念便尝试退出空间，只要他心念一动，果真就退出来了。他在尝试着，心里想着进入空间，下一秒又进去了。他看到了空间里有一栋房子，
本来想好好的研究研究，但是又怕王秀莲和苏小小会突然回来。自己今天退婚的表现就已经让苏小小觉得的奇怪了，苏小小肯定会跟王秀莲说，万一他们察觉到自己有点不太对劲，那就不好了，还是等晚上有空的时候再研究空间。苏念念已经把饭做好了，今天是念念做饭呀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苏念念抬头看着走进来的人，是自己的父亲苏建国。爸，你回来了。你妈和你妹妹呢？今天只吃这个肉骨头汤吗？家里没什么菜了。苏妈也没买什么菜回来，就只能这样凑合着吃。上辈子的她为了父亲平时吃的会好一些，偶尔还会帮大院里的嫂子们干活。她的手工活还是不错的，帮他们缝个衣服鞋子什么的，也能得到一点钱，她都拿去贴补家用，给家里人买肉加菜，或者就是用在白居易的头上。谁知道竟然得到了那样的下场。让你妈买。苏建国转身进了房间，自己的这位父亲分明知道自己总是受着不公平的待遇，却为了所谓的家庭和谐，从来不管这些事。他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，实际上只是一个只知道和稀泥的拥有大男子主义的男人而已。因为牺牲他这个女儿可以得到家庭幸福，所以就不顾自己的感受。苏小小和王秀莲卡着这个点回来了，饭菜都做好了呀，那咱们吃。王秀莲和苏小小往椅子上面一坐，苏建国听到外面的动静出来了。刚才在屋子里躺了一会儿。你白天工作这么累，训练这么辛苦，肯定要多躺一会儿呀。苏建国和他吃的倒是挺香的，但是苏小小和王秀莲吃的就不多，两个人只吃了半碗饭和一些蔬菜。苏建国还挺疑惑，咋回事呀？你俩只吃这么一点就不吃了，是不是今天没胃口？我觉得今天念念的饭菜做得还不错。可能是今天太累了，不太想吃饭。晚点我要是吃的话，我自己去煮面条。下午我带着小小出去转了一圈，本来想买点东西的，但是没看上合适的。苏念念听到这话之后，在心中冷笑，别以为自己不知道。王秀莲肯定是带苏小小出去外面吃东西了，否则平时要吃2碗饭的人，今天怎么只吃半碗？两个人回来的时候，嘴巴都是油的。今天桌上确实是没肉了，明天我再给你一些生活费，你在外面买点肉回来。好好。王秀莲一听明天要给生活费了，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，笑的那叫一个灿烂。苏念念在旁边看着他们假模假样的表演，实在是觉得恶心。我吃完了有点不舒服，我就先回房间了。他们家里的规矩就是做饭的人不用洗碗。念念，今天你妹妹也不太舒服，要不你洗碗吧。我看你刚才也吃了1碗饭，精神应该不错，你妹妹才吃了半碗，胃口也不好。王秀莲还想来道德绑架，苏念念听到这话假装难受。我已经很难受了，我都是坚持着做完了晚饭。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不是在房间睡觉。妈，既然妹妹不能洗，那你洗吧。虽然你吃不下，但我看你的精神也挺好的。他俩出去偷吃了一顿，回来还得让自己在家里面洗碗，凭什么？还有苏小小也是，平时苏建国在家的时候就装出一副乖巧懂事的模样，其实心里面爱算计着呢。苏念念说完，捂着胸口，然后直接进屋。她才不会惯着王秀莲。回到房间，苏念念直接锁上了门。苏念念回到房间，她现在想去空间里面研究一下。心念一动，顺利的进入了空间。这一会儿，苏念念才看清楚了里面的场景。一开始进来还觉得挺神奇，现在看清楚了之后，有点不太理解。里面很空旷，也没什么特别之处。上辈子白珊珊说，她凭借着这个空间赚钱，她赚钱的方式是卖菜卖水果，卖各种美容护肤品和灵丹妙药。后来她还会研究炸药，被军区的人聘请过去。白珊珊立了很多的功劳，总之会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。白珊珊上辈子过得非常的风光，几乎是顺风又顺水。既然白珊珊都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情，那自己肯定也能啊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。苏念念快步地走向远处的那个大房子，进到里面看到电视机，结果手刚刚碰到电视，脑子里就出现了这些东西的使用方法。除了这个客厅之外，还有厨房、影音间、健身房，这屋子全部都是最好的配置。苏念念每触碰到一样东西，脑子里就会有这些东西的使用说明。其实以后自己晚上可以住在这里，那里有间大卧室的。重生回来的第一天，他打算好好的休息休息，他还去浴室里泡了个澡，身上已经换了最新款的睡衣，头发也被吹干了，浑身都是香香的。今天晚上在这空间里面体验了一圈，他才知道自己上辈子失去了什么。都怪自己那么蠢，居然会把妈妈留给自己的东西都送给他们一家人，最主要的是还什么都没换来，把这么好的东西送给了白珊珊，最后也只是得到了她的一番无情嘲笑。第二天，苏念念在空间里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好觉，伸了个懒腰，从空间里出来，听到了门外传来的动静。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早上是苏小小做饭，那今天早上可以吃现成的了。苏念念正准备去餐桌那边吃早饭，苏念念这声大叫把苏念念都给吓了一跳。在外人面前装出一副好父亲的样子，很少会在家里面发火的，有时候吵架都会把声音压得很小。今天早上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苏念念故作淡定，王秀莲和苏小小也从厨房里面出来了。听说你昨天跟君毅说你们俩的婚事作废，你不跟他结婚了是不是？听到这话，苏念念就明白了，应该是昨天晚上自己先进了房间，苏小小跟他们说了这件事。对，没错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为什么要跟他退婚？这个婚绝对不能退，我不同意。我不糊涂啊，我退婚是因为我知道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和一个不喜欢我的人一起生活一辈子，这个日子最后也过不好。既然婚姻都不会幸福，那我为什么要结婚？念念，你就不要闹了，你之前不是还追在人家的屁股后面呢？
是啊，之前你还天天到他们家里去帮忙干活，帮忙做饭，在自己家都没有这么勤快。念念，你可别想不开啊，不爱你又有什么关系？她恨不得苏念念跟白居易退婚，因为白居易现在已经是一位营长了，职位比自己的丈夫还要高。那是因为之前我眼瞎，我都说了，我已经察觉到他不喜欢我了，我清醒了，我不想嫁了，所以退婚了。王秀莲说的话，她只当是在放屁，一个字也不想回。你妈说的也对呀，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慢慢的培养，一下就有感情了。你不能这么糊涂，这个婚不能退，我不同意。他说什么都不同意苏念念退婚，因为白居易这样的金龟婿以后不会再有了。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父亲救了白居易的爷爷，又怎么可能会促成这一桩婚事？自己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却还是只混到了副营长的位置，家里条件一般，而白居易家的条件就非常的好。要是能够搭上这条线，指不定自己以后也还能再往上走一走，日子不就更好过了吗？这女儿实在是太糊涂。他们家的条件还是不错的，你嫁过去之后日子不会难过。你听爸的，今天你就去跟他说，昨天你说的话完全不算数。苏建国苦口婆心，但是苏念念好像没听到一样。条件再好，心思不在自己身上，又没有什么用。况且上辈子的白居易把钱几乎都给了他的那位白月光，哪里轮得上自己？我是不会跟他说的，退婚就是退婚了，所有的东西我也全都拿回来了。苏念念可不想再跟白居易有任何的牵扯。你真的是气死我了！你是不是想让我们一辈子都过得这么差？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她不愿意嫁就算了，我给小小找了个不错的对象，很快就可以去相亲了。听到王秀莲说的这句话，苏念念的脑子里浮现出了上辈子的事情。上辈子活得最得意的当属白居易和他妹妹白珊珊。白居易打着照顾战友遗孀的旗号，赢得了夸赞，外界皆传他们夫妻相敬如宾，可这不过是假象。凭借营造出的家庭和睦，他获上级重用，功成名就，可他从未对自己有过一丝温情，自己濒死之际，他都未现身。真心既换不来真心，那就彻底死心。一想到上辈子的事情，苏念念就咬牙切齿。而听到王秀莲说这句话的苏小小眼神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，因为她也是重生回来的。上辈子的她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，可能是上天同情她，所以才让她有了重新回来生活一次的机会。她一直都在等待着一个好机会，改变自己上辈子的命运。王秀莲现在说的这个所谓的对象，不就是自己上辈子的结婚对象吗？呸，自己的这个结婚对象可不是什么好的，人品什么的暂且不说，两个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，也没怎么培养感情，当时自己还以为马上就要一飞冲天，而且新婚夜对象两个人根本就没圆房，自己平白无故的一直守寡，而且还被人说克夫。既然自己重生一次了，那就不能再嫁给那个对象了呀，自己多少也掌握了上辈子的一些事情，要嫁给一个合适的人才可以。妈妈，我不想去相亲，也不想结婚。王秀莲听完之后，整个人都有点懵。你个死丫头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我不想结婚了，你不是说给我介绍了个对象，让我去见个面吗？我不想去。你别在这乱说，男方的妈妈是看你屁股大好生养才答应下来的，否则哪里轮得到咱们家这条件？他们的条件可比咱们好了不少。听到这句话的苏小小就更加反感。那家人的条件确实是还行，但是自己一嫁过去就要守寡了呀，自己才不要。知道了上辈子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还会重蹈覆辙？但是这种事也不好说出来呀，要是说出来的话，他们肯定会把自己当成疯子或者精神病，那还得了。他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死丫头，你说话呀，你怎么不去见一见？人家小伙子很优秀，你脑子里装什么呢？王秀莲在这里干着急。我就是不想去。可是人家条件好呀。王秀莲气得要骂他一顿，她抬头看着有点幸灾乐祸的苏念念，妹妹执意要与姐姐换亲，只因妹妹也是重生者。既然姐姐跟白居易退婚了，那要不然把这一次相亲的机会让给姐姐好。既然你说条件好，那姐姐去相亲成了的话，嫁过去也挺好的。这辈子已知结局，正好把这婚事让给苏念念。虽只是在相亲，但在这年头双方满意就算定下来，苏念念嫁他，自己就不用守寡，他过得不好，自己可就开心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而苏念念听到这句话之后，难怪她总觉得哪件事情怪怪的。原来问题出在这，上辈子的苏小小这个时候应该是在王秀莲的母亲家，但是苏小小前2天就回来了。苏念念猜测她很有可能是重生的，因为上辈子的苏小小知道自己要去跟那个人相亲之后，心里非常的高兴，还一个劲的说自己以后就是副团长夫人，还觉得她比自己嫁得好。刚才苏小小就说她不愿意去跟那个人相亲了，就好像是有什么说不出来的苦衷一样。要是说起来的话，那就只有这一个解释的理由了。自己重生了，苏小小也重生了，重生应该是比自己早。苏小小上辈子过得凄惨，死的也比较早，虽然说也经历过1年多2年的时代发展，但是她根本就没等到她嫁的那个人活着从战场上回来，一跃成为了团长，更不知道她那位对象是假4去执行任务，所以她才会这么说的吧？因为她不想当寡妇。苏小小啊，苏小小，重生回来一次，这辈子可能要做很愚蠢的选择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死丫头，你脑子有问题了是不是？你们俩的婚事怎么能换？
虽然白居易也还不错，但是他现在只是一位营长，而自己给苏小小找的那个对象可是一位副团长，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最主要的是，那位副团长的妈妈还很喜欢苏小小，嫁过去不是就能直接过上好日子了？他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个婚事绝对不能换。我没有在胡说，我就是不想跟他相亲了，我也不想嫁让给姐姐。苏建国的脸也有点阴沉。刚才只是在聊大女儿的婚事，为什么连小女儿也这样？要是一个能和副团长结婚，另外一个能跟营长在一起，那他们家不就如日登天了吗？这两个女儿怎么一个比一个想不明白，糊涂啊！我连自己的婚事都做不了主了吗？怎么这么烦啊？你让给别人，别人愿不愿意还不知道呢。你这死丫头，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，你们的婚事自己的就是自己的。我愿意啊，我没什么问题。一家人都没想到苏念念竟然会答应下来。要是这个相亲的好机会真的能让给我，那就太好了。你就别想了，你妹妹只不过是在这里说胡话而已。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婚事，自己给女儿找的可是个副团长，怎么能让给苏念念？不可以。而苏小小在听到苏念念的话之后，却非常开心。我那位未婚夫可是一位副团长，这么好的婚事给了你，那你也应该对我有所补偿。你说说，你要我补偿你什么？既然我的婚事都让给你了，我未来的相亲对象条件还那么好，那咱们俩就交换一下，你把你和白居易的婚事让给我。听到这句话的苏建国和王秀莲有点傻眼。自己的女儿脑子真的是有问题，放着好端端的副团长不嫁，居然要嫁给一个营长。虽然说只是差了一个等级，但是这等级中间还有很多事情呢，要立很多的功劳才能够到副团长的位置，毕竟越往上越难升职啊。而且那家人的条件更好，自己的女儿不会是发烧了吧？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说胡话。自己要的就是这一桩婚事，因为自己的那位个对象执行任务4了之后，副团长的位置空缺了下来，要从营长内选人升职，最后选的人就是白居易。白居易很快就顺利的成为了副团长。而苏念念在听到苏小小说的这些话之后，在心里冷笑了一声。果然还是和上辈子一样的蠢，做到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。要不是自己上辈子一直被冷漠的对待，还不知道白居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。白居易只是表面表现的好而已，背地里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说白了就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他们两个在这里商量的正起劲呢，王秀莲很生气。你们俩在这开玩笑呢？婚事就是婚事，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换？老苏，你怎么不说说这两个孩子呢？他们实在是太没规矩了，这婚事是说换就能换的吗？你妈说的对，你们两个就是把婚姻当儿戏啊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苏念念都已经答应了，自己的老妈还在这里当个绊脚石。妈爸，我有些自己的话想跟妈妈说，我们先聊一聊。妈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听我的就行了，你干嘛一直阻止我？我好不容易才让他答应我们俩换。你这傻孩子，你难道不知道我要让你去相亲的那个对象是一位副团长吗？你要是嫁过去了，就能够吃香的喝辣的，这么好的婚事，你干嘛要让给苏念念？虽然白居易确实还不错，但他只是一个营长，以后永远都要被你那位对象压一头。苏小小，你的脑子简直就是坏掉了，只要你去见个面，你俩就能成。你听我说，妈，你相信我，那个人活不长久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要是被他们家的人听到了，那还了得？那你别去告诉别人，总之你相信我的就行了。至于我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情，你别管。白居易是个好人，以后的他也会升职，所以我才想跟苏念念换婚事，并能够过得好。这亲事换掉会很不错的，你别只看重眼前的利益。我要是成了寡妇，那以后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苏小小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劝着。爸爸记得你以前是很喜欢白居易的，你一心想要嫁给他，现在真的不想嫁了吗？我确实不是在开玩笑，我就是不想和白居易结婚了。如果妹妹的未婚夫那边不介意换个对象的话，我完全可以和妹妹换一个结婚对象，反正都是两桩婚事，现在的婚事大多也都是这样，只要双方不介意，换一换也没问题。苏建国很沉默，如果是苏念念提出来的换这桩婚事，那他肯定会乱想，但是是苏小小先提出来的。那边的王秀莲和苏小小也商量的差不多了。怎么样？这一次王秀莲没有再说话了。我同意换的呀，刚才不是妈不同意你换的吗？妈，已经同意了，我们俩就换一换婚事吧。行啊。现在的苏念念还笑得出来，以后结了婚嫁过去，那人出去执行任务，死亡的消息一旦传回来，她可就笑不出来了，日子不知道过得有多凄惨。既然你们同意了，那这周六我去一趟白家，把这件事情跟他们说一声，到时候你们姐妹俩跟我一起过去，要是愿意的话，那就换了。苏建国松了一口气，只要他们两个愿意嫁，反正娘家的情况都挺好的，嫁谁都一样吧。女人刚被男人抛弃，第二天男人又来求复合。第二天白居易来找苏念念。你来干什么？白居易看着苏念念，眼神十分别扭。本来以为退婚了是一件好事，没想到爷爷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发雷霆，还被气得犯病了。
他担心爷爷出事，想带爷爷去军部医院看病，可爷爷说他要是不来跟苏念念复合的话，他是绝对不会去医院的。白居易最后还是来了。想起前天自己口口声声说退婚了之后就让苏念念别纠缠他的事，他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我来找你是为了跟你复合的，我希望这桩婚事能够继续。你没发烧吧，白居易？你说退婚就退婚，你说复合就复合，怎么着？我是被你耍来耍去的一个玩物？苏念念就是故意气白居易，因为他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件事情应该跟老爷子有关。老爷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一直惦记着苏家的恩情，所以才要让自己的孙子来履行这桩婚事。他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比较守旧，他们一直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回报方式。爷爷不允许退婚，毕竟当年的恩情还在，所以我才来找你复合。一定是苏念念给爷爷下了什么迷魂汤，否则爷爷怎么可能会觉得他这么好？我不想复合了，我也不想嫁了。可是爷爷不同意取消这一桩事。我不想嫁了，我昨天跟妹妹商量过，如果不同意取消婚约的话，那就让我妹妹嫁过去。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们商量好了，还没跟我商量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觉得苏念念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，现在又说出这种话？两个人在门外的争执被苏小小听见，他连忙走了出来。君毅哥，你别太生气了，这是我和姐姐商量的结果，我以后会做一个好妻子的。我知道我姐姐是介意你那位战友遗孀的存在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介意你照顾战友的遗孀。我相信你们之间清清白白，以后我也一定会和他好好的相处，我也会帮你照顾他和他的孩子。而白居易本来是挺气愤的，想着他们没把自己当回事儿，却在听到苏小小说这些话的时候呆愣了几秒钟，然后才仔细的打量着他。其实苏小小长得还是挺不错的，虽然自己心里一直喜欢着那个人，但是他不仅守寡，还有个孩子，而且还是自己战友的遗孀。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肯定会遭人诟病，说不定会影响自己的前途，所以这件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。君毅哥，你是还有什么顾忌吗？我真的不会像姐姐那个样子的，我会努力的做一个好妻子，一家人一定会非常的和谐。白居易是真的挺动心。反正都是跟他们家结婚，无论跟谁结都是结。苏念念很难接受自己喜欢的那女人的存在，但是苏小小可以接受，而且刚才苏小小也说了，还能帮自己照顾一下。两个人结了婚之后，苏小小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，帮他照顾喜欢的女人，他们两个也还可以在一起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考虑考虑，不能直接答应下来，也不能明显的反驳。而听见这句话的苏小小兴奋不已。苏念念看着说完那句话的白居易匆匆的离开，撇了撇嘴就回了自己的房间，然后直奔空间去享受了。苏小小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自己是需要好好的享受生活，过好自己这辈子的日子，不重蹈上辈子的覆辙就行了。一整天都很平静，苏念念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空间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苏小小简单的说了一下，今天早上白居易来过了一趟，他已经说明了要换婚事的事。接上集，我看君毅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介意，主要是姐姐以前在乎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她重生回来又怎么样？还是太年轻，要嫁给白居易。白居易确实是一个专情的对象，因为他一心只喜欢那个白月光，还得任由他把钱拿去给白月光和他的孩子花，这不就是明知道丈夫在外面养小三还得支持吗？苏小小就是太年轻了，自己上辈子也是这么想的，结果最后得到了什么？只要他同意了就好，那就这样。苏建国还是想不明白这件事，但既然两个女儿说同意了，就这样吧。明天早上在和平饭店相亲，你自己过去。要是自己的女儿去相亲的话，自己还可以跟着去一趟。听说和平饭店的招牌菜很不错的呢，自己还可以去尝一尝。苏念念自己去的话，那就算了，这件事不能成叫算。你们俩的情况跟人家说清楚，看看人家是什么想法。如果他要是不介意的话，你们就好好聊一聊；如果对方介意的话，那就让王秀莲去说一说，尽可能的促成这个婚事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只能以后再重新给苏念念找个对象了。好的，爸爸。这顿饭吃得很快，苏念念吃完饭就回房间了。苏小小看着她的背影，嘴角露出一丝莫名的笑意。苏念念实在是太蠢了，那么好的一桩婚事不要，就因为白居易要照顾战友的遗孀，就在这里闹腾。那让他代替自己去过上辈子的苦日子吧，他早晚也会在那些人的流言蜚语之下后悔今日的决定，自己则是可以风风光光的跟白居易过到老。还好自己重生的比较早，正好卡在了这个时间点上，否则一切都成了定局，那不就完蛋了吗？第二天，他一大早就到达了和平饭店，找了个位置坐下。王秀莲跟他说，相亲的人会穿着一身绿色的军服，长得高高大大的。这里等了大概10来分钟，一个男人出现在了。男人抬头看到苏念念之后走了过来。请问你是王阿姨的女儿吗？哇！苏念念觉得眼前的这个人长得好像更帅气一些。自己活了几十年，也见过后世的一些电影明星什么的，见过的人多了，现在更加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帅。是的。老板点菜。等一下，我有点话先跟你说，说完了咱们再决定点不点菜。你好，我叫苏念念，你今天的对象原本应该是我的妹妹，是我后妈的女儿。我妹妹苏小小更喜欢我的那位结婚对象，所以我成全他们，换我来跟你相亲。秦小北的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，他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荒谬，居然还能换人来相亲。我原本的婚事是我爷爷定下来的，因为我爷爷救了对方的爷爷，所以给我们定下了婚事。现在事情是真的清楚了。秦小北虽然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但还是保持着礼貌开口。既然都来了，那我们可以试着了解看一看，他更喜欢你的那位未婚夫。既然你们换了，那就这样。保持基本的礼貌，想着聊上几句，今天就当应付一下，然后就先走吧。她们姐妹俩好像是在耍自己一样的，有点不尊重人了。点菜吧，老板。
点完了菜，苏念念看着秦小北的样子，主动开口。女人去相亲，男人本来很嫌弃，结果下一秒被打脸。我知道我们这件事情办的确实是不太礼貌，显得很不尊重人，但是我也想跟你说，既然已经换了，那我就会认真的对待这一场相亲。我是高中学历，我目前没有工作，待在家里，我会做饭，偶尔喜欢出去运动逛一逛。我之所以来相亲，也是因为了解到你的情况，我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不高，我以后也会去找工作，所以希望我们俩能做到平等。结了婚之后，苏念念把自己能够想到的全部都说了一遍。你好，正式的认识一下，我叫秦小北。你刚才说的话我也都考虑过，一开始我确实是觉得你们不太尊重人，但是通过你刚才的介绍，我觉得你也是个不错的姑娘。你说的平等和你对另外一半的要求，我也都能够做得到。刚才苏念念说的那一番话，确实让秦小北深有所感。他之所以会答应自己的爸妈前来相亲，就是为了不想让爸爸担心，再加上自己的年纪确实也不小了，他的本意也就是找一个五官端正的，看起来人温柔一点。苏念念正好就是这样的人。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，特意买了辆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一顿饭吃下来，两个人对对方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，秦小北觉得还挺满意的。总的来说，我对苏同志你比较满意，我的家庭条件刚才我也给你介绍过了，不知道你怎么想。我对你也挺满意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处对象。还有一点，我是一位军人，随时有可能会去执行任务，所以在结婚了之后，我可能会因为执行任务不能经常待在家里。没关系的，你本来就是军人，要保家卫国，我都理解的。我父亲也是一名军人。那我们就先试着处对象吧。他们从这里吃完饭之后，还去看了一场电影。另一边，白居易来找了苏念念之后回去，爷爷就把他叫到了房间。有没有跟念念说过了这一桩婚事还是要继续的？我去找过他了，他不愿意再跟我维持婚约，但是他的妹妹愿意嫁给我，他妹妹的相亲对象换给他，两家人还是要结婚的，只是结婚对象换了个人而已。这怎么可以？你结婚的对象必须是念念，绝对不能是那个苏小小。只有苏念念才算是苏老爷子真正的亲孙女，苏小小是王秀莲带来的，根本不算。自己当时跟老苏定下来的，本来也就是让自己的亲孙子跟他的亲孙女结婚，又不是随便找个人都行。但是苏念念不愿意嫁给我，两个人都姓苏，苏小小也进了苏家，不也是老爷子的孙女吗？胡说八道！白居易听到爷爷说这种话，头疼欲裂。说不定今天这件事情是假的，有可能是苏念念要欲擒故纵，后续可能会继续纠缠自己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先把婚事定下来，对象是苏小小最好。两个人比起来，那肯定是苏小小更识时务，这样自己以后才能继续去见喜欢的姑娘，照顾他们母子，否则他们该怎么生活？他不愿意嫁给你，还不是因为你的问题，你对他都不够热情，你连电影都没有带他去看过吧？你走吧。老爷子被气得不轻，苏念念之前经常来他们家，对他也比较好。说不定这件事情都是假的，可能最后还是苏念念嫁过来，自己暂且不过问这件事情，万一就因为自己这个老头子出面，让白居易对念念的印象更不好就不行了。他俩还是得学会相处。老爷子在生气，但想明白这些事情之后，也就没有多管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绿茶尚未不成，半柔弱白莲花迷惑男人心。白叔叔你来了，你已经好几天都没来了，我可想你了，你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呀？白居易从口袋里面掏出大白兔奶糖。去完吧，我跟你妈妈说会话。宛如平时你做这些针线活的时候，还是要把门和窗户都打开，这样对眼睛比较好。好的。杨婉如微微一笑，看到她脸上的笑容，白居易就觉得心里面特别开心。不愧是自己一直喜欢的姑娘，就是温柔又知性，就像解语花一样，说起话来都轻轻柔柔的，根本不像苏念念那个泼妇一样。怎么了？看着你情绪不太好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说一说。都怪苏念念简直不识时务，她一直都不同意让我照顾，而且还逼着我娶她，现在又各种在这里搞幺蛾子，她的脾气那么差，谁愿意娶她啊？真不知道我爷爷当时怎么想的，居然跟他的爷爷给我定下这桩婚事。都是因为我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，你们就不会这个样子了，你也不会因为爷爷的为难，我就不该出现的我。如果我离开你就好了，但是我又舍不得，我一想到离开你，我的心。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，特意买了辆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我知道无论经历了什么，我们两个人还是彼此相爱的。当时的宛如只不过是被迫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而已，好在那个人死了，自己才可以继续照顾。看来我以后还是得跟你保持一下距离，这样他才不会再介意。我不想让你为难，那你娶她吧，我没事的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带着孩子也能活得好好的。杨婉如装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，白居易越听越是心疼她。不用管苏念念那个泼妇，我已经决定要跟苏小小结婚了。苏小小是她的妹妹，她说了，她不介意我照顾战友的遗孀，那我以后就可以经常来看你了。杨婉如可真为是妥妥的绿茶。
当初自己不愿意嫁给他，就是因为他的条件比起自己丈夫差。当时白居易只是个副营长，而自己的丈夫已经是营长了。当时自己也是喜欢的丈夫的，谁知道去执行任务，竟然死在了战场上。现在公婆对自己不好，还断了经济来源，自己得为孩子打算。正好丈夫临前把自己和孩子托付给了白居易，他对自己也有感情，那不如利用着这段感情，让他一直照顾着自己母子俩，这样才能维持生计。白居易本打算娶杨婉如，杨婉如甚至计划好了结婚后分家，避开白居易任性的妹妹白珊珊。可谁知白居易的爷爷以他有婚约为由反对，杨婉如心愿落空，甘愿当解语花拴住白居易的心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君毅哥，你平时也尽量不要来看我了。既然结了婚，咱们就一刀两断吧，我实在是不忍心你在中间为难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苏小小的原话就是这样。他把苏小小的原话讲了一遍，白居易说着，伸手搂住了她的肩，两个人亲密地靠在一起。能说出这番话的女人肯定不简单，指不定以后会搞事，自己还是要尽快的想出一个应对的策略。两个人享受了一会儿温存的时光，他才离开。白居易走了没多久，孩子就从外面回来了。妈妈，外面的小朋友欺负我，他们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。那你就揍他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想到这里，苏念念离开空间，确认大家都睡了之后，拿了种子重新回空间，把种子扔在了地里，果然开始自动施肥浇水。接上集，那你就揍他。你要永远记住，你的父亲死在了战场上，他是烈士，没有人敢这么说你，只要这么说你的人，你都可以揍，没关系的，有妈妈给你撑腰，只要你事后哭着说人家说你爸爸，人家家长都会认错的。杨婉如嘴角还挂着淡淡的笑容，可她的眼神却有一丝狠厉。而苏念念跟秦小北一起吃了顿饭，看了电影，准备回去了。我妈妈之前跟我说的对象是苏小小，既然今天换了人，那明天你能不能跟我回家一趟，见见我的父母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记得上辈子也是这样，苏小小和秦小北相亲，第3天就去见了他的父母，他的父母也很满意，所以没多久就结婚了。秦小北说完话，现在就准备走了，看到对面有买吃的，他飞快地走过去。再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拎着一些点心和水果。这些带回去给叔叔阿姨，改天我会去家里接你，顺便跟叔叔阿姨打声招呼。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，特意买了辆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了，今天下午轮到苏小小做饭，看到苏念念回来，她把菜端出来后笑眯眯的。姐，今天的相亲应该很愉快吧？相亲确实挺愉快的，明天约了见面，要去他家见一见他的父母。那你把情况说了没有？你可一定要说清楚，是你而不是你妹妹，千万不能冒用你妹妹的名。这年头冒用别人的名字去上学，结婚的还是挺多的。我还没这么无聊，说清楚了就好。那明天去见面，你要好好的表现。知道了。苏建国今天一整天都在担心这件事情。现在看来，只要秦小北跟苏念念合得来，估计他的父母也不会过多的阻止吧。挺好挺好，2个女儿，一个嫁给营长，一个嫁给副团长，职位都比自己高，以后说不定还能提拔自己，老了还能升职。越想这件事情越开心。而苏小小在旁边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心里的大石头彻底的放了下去。只要相上了就好了，就怕相不上，最后还是得找自己，这样才惨。到了晚上，苏念念进了空间，今天一进去，谁知道一进空间就发现不太一样啊，左边居然出现了一块农田，而且还是耕好的田，大概有1亩的大小。我记得自己早上走的时候还没有，这个空间难道还会升级？要是会升级的话就太好了，既然出现了农田，那就证明可以种田。上辈子白珊珊在得到空间之后，没过多久就开始卖菜了，自己刚得到空间，那天还搞不明白，现在懂了，那就证明这个空间一直都在升级。苏念念的手轻轻地碰在了牌子上面，脑子里又浮现出一些东西。这块地已经翻过地施过肥了，只需要撒上种子就能够自动播种，自动浇水。种子还不容易吗？可以先弄一些白菜的种子先种一些，以后自己去了集市或者百货大楼买。想到这里，苏念念离开空间，确认大家都睡了之后，拿了种子重新回空间，把种子扔在了地里，果然开始自动施肥浇水。一系列的都可以用口令操作，不需要自己动手，把种子种下去。苏念念又在这边转来转去，大概忙了2个小时左右，她才去睡觉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上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